大家好，点菜啊！西藏副主席王勇为什么被抓？然后再给大家说两个四川的人士啊。四川和西藏也挨着，西藏的高官退休后，那有一个派系喜欢在四川居住，还有一个派系喜欢在上海居住啊。四川的副省长田庆颖接替于立军担任四川省的组织部部长，四川省的副省长左永祥担任四川省委秘书长。田庆颖和左永祥这两个人呢，都不是习近平派系的，习近平还是没有扭转趋势啊。三中全会之后啊，习近平派系的官员一个也上不去，那提拔上去了就说明他不是习近平派系的。我们先看一下西藏的副主席王勇啊，这哥们儿你是不是故意的吧？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王勇是民航总局出身的官员啊，那就绕不开中纪委王书记啊，绕不开海航啊。而且王勇他就是中纪委王书记的马仔啊，习近平的马仔。我们看有的中文网站啊，就是这应该是中国的网站吧，他就在打擦边球啊，民航老王。就暗示和中纪委老王有关系啊。我们看抓这么多人的名单啊，很难看出来抓人的目的是谁啊，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刘二飞了。刘二飞呢，就是中纪委王书记和习近平的白手套啊。海航是习近平家的，不是中纪委王书记家的。那王书记就是一个小马仔，那朱镕基让王书记往东，他不敢往西；习近平让王书记往西，他不敢往东啊。大家可能觉得董宏和田慧宇都被抓了，那又不是习近平抓的，那是赵乐际抓的。习近平他连秦刚、李尚福两个副国级都保不住，这董宏和田慧宇就两个副部级还是正局级啊，那还不分分钟就被赵乐际给抓了。不是习近平他不想保啊，是保不住。副国级、正部级都保不过来，哪有功夫管这田慧宇和董宏啊？2011年12月到2015年12月呢，40岁的王勇任民航贵州安全监管局的局长、党委书记啊。当时的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局长就是李家祥，正部级啊。在这个刘二飞的人脉里啊，像魏留成这样做上市做成朋友的并不占少数。那比如说国航的李家祥，UT 斯达康的吴英，网易的丁磊，搜狐的张朝阳，也有一些人原本是朋友，后来有项目做，变成了刘二飞的客户啊。包括中电国际的李小林，携程网的沈南鹏，百事达的欧亚平等人都属于这一类啊。就说这些人啊，全都是习近平的白手套啊。当时中纪委王书记还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处长，还在念书的刘二飞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豆蛋白改善人类食品结构的学术论文啊。当时的中纪委王书记，当时还是王处长啊，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经人介绍认识了刘二飞。那此后两人便经常聊天，互通有无。刘二飞给中纪委王书记介绍国外的情况，中纪委王书记呢就给刘二飞讲一下中国的动态啊，讲为人处事的道理啊。王书记还懂为人处事，王书记懂个屁啊！他到建行以后，我们联系的比较少，但是我每次有重大职业生涯变动的时候，都会去征询他的意见。刘二飞说到现在和他也常常联系，就是在说漂亮话啊。这刘二飞就是王书记的一个家奴啊，所以这个王勇他就是李家祥提拔的。李家祥他认识中纪委的王书记，认识习近平，所以王勇就是习近平的马仔啊。那说到海航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济南的市委书记刘强啊。刘强是2000几年，他没写简历上没写那么清楚啊。到2005年6月呢，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的秘书处的正处级秘书啊。当时的农业银行行长就是杨明生。2020年5月呢，49岁的刘强呢担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呢。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是刘嘉义，所以我们把这4个人的关系搞清楚啊。刘强曾经给杨明生和刘嘉义2个人都担任过秘书，那说明刘强、杨明生、刘嘉义这3个人肯定是一个派系的一家子。那项俊波呢，当时媒体报道是杨明生把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让给了项俊波呢，然后项俊波搞的农业银行上市啊。那么项俊波他到底哪个派系呢？到底是胡温派系的呢，还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呢？就后来发现呢，这个项俊波在南京审计学院的时候啊，就是刘嘉义提拔的，就是说这4个人就是一家子。杨明生是把农业银行行长这个位置啊让给了同一个派系的项俊波啊。项俊波呢是在中纪委王书记任内被抓的，这大概率就是王书记抓的，不太可能是别人抓的，不是别的派系抓的。然后海航的陈峰和谭向东呢，他是在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的任期内被抓了。当时的海南的政法委书记刘兴泰和公安厅厅长呢阎锡军呢，都是山东官员派到海南去的。这个沈晓明呢，应该就是江泽民的人啊，他天天跟江民恒混在一起啊。沈晓明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他不能亲自去抓人啊。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长都是打手啊，替沈晓明抓人，抓了海航的陈峰和谭向东。刘兴泰和阎锡军虽然不是刘嘉义提拔的官员啊，应该是山东之前的组织部长刘伟提拔的。刘伟后来是山东副书记呢，刘伟就是回良玉提拔的。但是刘兴泰和阎锡军都是在刘嘉义的任期内从山东调到海南，尤其是阎锡军，他在山东就是青岛的公安局长啊。你从山东调一个公安局长去海南干嘛呀？这不就是抓海航的人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如果刘嘉义是习近平的人，他能让阎锡军调动呢？他不得卡着阎锡军，卡他1年2年不让调，哪能那么顺利的从山东调一个公安局长去海南当公安厅长，就把海航的陈峰和谭向东给抓了。那沈晓明他是江泽民的人，他手底下也得有个跑腿的呀，有个打手啊，有干活的。刘嘉义、刘强、项俊波、杨明生都是一家子，都是江泽民的人啊。就是说习近平他是江泽民的人，就是无稽之谈啊，纯粹就是大外宣在洗地啊。这习近平这和中纪委这王书记他抓了多少江泽民的人？这项俊波就是江泽民的人，就被中纪委王书记给抓了。孙政才是江泽民选定的接班人，这总理的接班人被中纪委王书记给抓了。就我总结这2点啊，35岁，一个是35岁正部级定律，第二是只有总书记、总理，最多是人大委员长才能说了算，才有资格参加权斗。你首先第一条，中纪委王书记他是不是正部级？他都是正国级了吧？正部级他就需要在35岁之前认识习近平。那中纪委王书记的17岁插队的时候，他就认识习近平了，他符合这个定律啊。那当然了，中纪委王书记他是朱镕基提拔的，因为朱镕基就是中纪委王书记他老丈人姚依林和姚依林的老板陈云提拔的，不存在背叛这种说法。这就是节目效果。中国一共就31个省长，31个省委书记，总书记是傻呀，不是忠诚可靠的人，总书记绝对不会提拔这个人当省长的，那更不会提拔他当中纪委书记。那怎么保证忠诚可靠呢？就是从35岁就开始提拔，一直提拔到55岁，那这20年都是同一个派系的人提拔的，就不可能换派系的，换派系死得更快，死得更惨，就不存在背叛这种说法。就中纪委王书记这样，你把人家江泽民的接班人孙政才都给抓了，你再去扯中纪委王书记反水习近平，投靠江泽民，这都编故事编的没边儿啊。他中纪委王书记的还只能抱紧习近平的大腿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啊，没有人要他，江泽民不可能要他，胡锦涛也不可能要他，没有习近平
中纪委王书记是丧家之神嘛，没有人要他呀。第二个就是中纪委王书记他级别太低呀，他不够资格参加权斗啊，只有总书记、总理，最多是人大委员长才能提拔正部级啊。王书记作为中纪委书记，他退休之前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权利，退休之后就什么都不是啊。他在任的时候，他都决定不了正部级的人选。中国一共就31个省委书记，31个省长，那总书记连省长、连省委书记的人都决定不了，那还叫总书记吗？中纪委王书记在政治局常委里排名第6，他级别太低呀，就一小马仔，什么都不是啊。我回复一下这名网友的说法，他说夏立茂这个北京市委书记是从蔡奇手里花了8000万买来的。就首先这个夏立茂升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这还没有官宣啊，只是大家的传言。那其次这个8000万就有点便宜了吧，中国这个省委副书记一共也就31个，而且省委副书记很有可能就升任省长啊，你8000万这大发要饭的嘛。北京市委副书记啊，要卖的话起码卖80个亿。再说这个蔡奇级别太低了，蔡奇他有什么资格去卖北京市委副书记这个职位？要卖也是习近平卖啊。3中全会之前呢，习近平没准还能卖，3中全会之后，习近平也没有这个本事了。这蔡奇就更不用说了，正部级是总书记或者总理的专属权利，轮不到蔡奇。副部级也是一样啊，那副部级如果习近平手上有300个副部级名额，他最多给蔡奇分10个，大部分要习近平本人说了算。北京市委副书记啊，这是权力的禁挛，专属权力，权力是排他的呀，他只能由习近平说了算，或者由胡锦涛说了算，轮不到别人插嘴啊。除非蔡奇作为习近平的经纪人啊、代理人、中间商，他自己哪敢去卖啊？细胞子直接上去打他了，反了我靠！就中纪委王书记，他跟蔡奇一样，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小马仔啊，一个小太监，没有任何的权利啊。什么中纪委王书记功高盖主，这都是节目效果。中纪委王书记和蔡奇一样，他没有任何提拔正部级的权利，他凭什么背叛习近平啊？他凭什么和习近平斗啊？只有胡锦涛和温家宝他才有资格参加权力斗争啊，只有总书记或者总理，最多就是人大委员长才有资格权斗。那栗战书都比蔡奇的权力大，都比中纪委王书记的权力大，其他常委他必须投靠一个总书记或者总理，只有亚军才能争夺冠军，这是常识的，你还没进决赛呢，争什么冠军啊？所以这王勇为什么被抓呀？这就是针对中纪委王书记，针对习近平的。这民航系统抓这么多人，就是针对习近平的。2015年12月呢，40岁的王勇担任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贵州省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6年9月呢，41岁的王勇任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省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9年4月呢，王勇任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资委主任。这王勇这3次提拔，中间机场董事长到国资委主任啊，相隔不到3年，2年半，应该就是一个人提拔的，逻辑上最通顺啊。那王勇他提拔贵州国资委主任的时候，陈敏尔他已经去重庆了，他不在贵州啊。而陈一勤呢，王勇2015年、2016年这2次提拔呢，他陈一勤刚好是政法委书记，他不管这一摊儿，而且陈敏尔和陈一勤之前刚好是一个是省长，一个是常务副省长，也就是陈敏尔他早就在贵州了，他2012年就在贵州了，但是他没有提拔王勇啊，反而是孙志刚他一去贵州当省长，他就开始提拔王勇啊。当时的常务副省长是秦如培，而陈一勤刚刚好是秦如培前任的常务副省长，也就是说陈一勤在常务副省长的任期内，他没有提拔王勇，反而是陈一勤改成分管政法委了，王勇得到了提拔。
你从时间线上来说，这是陈一勤提拔，他也不符合逻辑呀。你当常务副省长的时候，你有权利的时候你不提拔，你等到当政法委书记，你反而要隔着省长孙志刚，隔着常务副省长秦如培去提拔呢，这不是找不痛快吗？秦如培之前那个常务副省长就是陈一勤呢，你要提拔早提拔了。而且从这里也能看出来，这个孙志刚和陈一勤他不是一个派系的。那陈一勤他当常务副省长的时候，他不提拔王勇，那孙志刚他偏偏就要提拔。那陈一勤他就是胡锦涛派系的呀。如果孙志刚他是俞正声这个派系的，因为他给俞正声当过大秘啊，那他也是胡锦涛派系的呀。孙志刚和陈一勤如果是一个派系的，两个人能对着干吗？那陈一勤他不提拔王勇，这孙志刚非要提拔。那孙志刚他就是吴官正的秘书，他就是习近平派系的。那苏荣的白手套方威就是现在海航的老板啊，苏荣被抓了，为什么苏荣的白手套还能存在呢？存在也就存在了，那还能继续去当海航的白手套？就苏荣和吴官正是一家子，就证明吴官正和习近平他是一家子呀。孙志刚他给俞正声担任大秘的时候，刚好邓小平死了，俞正声他没有后台了。那胡锦涛是后来才当上总书记，当上军委主席的。孙志刚给俞正声当大秘的2002年8月，当时的胡锦涛他既不是总书记，也不是军委主席，当时胡锦涛他就是一个排名第5的政治局常委而已啊。就是在决定正部级和副部级人选的时候啊，那政治局排名第5的这胡锦涛啊，他和蔡奇一样，就是对正部级的人选、副部级的人选没有太多的决策权。就当习近平掌握权力的时候，大家也分不清啊，到底是蔡奇决定的还是习近平决定的。就当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时候，你就会神奇的发现啊，蔡奇也同时失去了权力。所以蔡奇他有权力的时候，他不是蔡奇有权力，那是习近平有权力。习近平罩着蔡奇，就好像你看上去感觉好像蔡奇他也有权利，蔡奇他就是狐假虎威啊，蔡奇就是一个小马仔，没有了习近平，蔡奇他什么都不是。那同样的道理，没有了习近平，中纪委王书记他也什么都不是啊。王勇的老领导申振东他也被抓了。2015年，王勇担任贵州机场副总的时候呢，申振东正是贵州机场的董事长，申振东是王勇的上级，那申振东他也是习近平派系的。2011年2月呢，55岁的申振东担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是栗战书，省长是赵克志，省委副书记是王富玉，王富玉都已经抓了。栗战书、赵克志、王富玉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就说这赵克志是胡锦涛派系的，我也不知道是大外宣还是真的不懂啊。那赵克志是习近平第2个任期的公安部长，那大外宣一边说习近平定于一尊，一边说习近平第2个任期的刀把子都不在自己手里。赵克志是胡锦涛的人，习近平能同意吗？赵克志最早在山当县长的时候就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么一个典型啊，得到了陈云的马仔张全景的赏识。那习近平就是陈云派系的，赵克志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啊。田庆莹接替于立军担任四川的组织部长。田庆莹是江大明提拔的官员啊，江大明是少数敢去吊唁李克强的官员啊。四川的副省长左永祥要担任四川的省委秘书长，也有传言说是左永祥担任绵阳市委书记，我觉得他应该接替这个陈伟啊，担任四川的省委秘书长。四川的省委书记王晓辉他不是王沪宁的人啊，是胡锦涛的人啊。四川的省委秘书长，现在省委秘书长陈伟是习近平派系的，省委的秘书长他未必和省委书记是一个派系的。左永祥呢是贺国强的秘书凌月明提拔的，凌月明追随了贺国强化工部、福建省和重庆市3个地方呢。贺国强是胡锦涛的铁杆亲信啊，这有点接近问题的核心了。因为贺国强在福建的时候他没有提拔习近平啊，那只能是贾庆林提拔的习近平啊。贾庆林是古墓提拔的，和江泽民1毛钱关系都没有啊。等到田庆莹和左永祥官宣了，我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好的，谢谢大家。